弓箭是 MC 第一款远程武器，也是许多玩家生存必备的装备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早期游戏中，史蒂夫一直都是利用徒手扔出箭矢，而就这样一个远古版本就出现的物品，你对于它有多少了解呢？享受游戏，热爱生活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孟轩，先跟大家分享关于剑的冷知识。本期的主题需要感谢这些小伙伴的留言。如果你有想了解的物品、生物冷知识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下方留言甄选。对了，在看之前希望大家点一个免费的赞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在历经数十年的版本迭代中，关于剑有许多一个在历史长河中的特性。例如远古版本中最早合成剑的配方竟然是一个苹果，看起来十分离谱。而剑带对于许多玩家来说应该不算陌生，虽然它从未应用在游戏中，但在早期手机版你却可以获得剑带。而官方最早加入的原因是为了方便玩家射箭，但后来发现剑放在副手或许更加合适，也就立马移出了剑带的纹理。但最遗憾的还是 Notch 最初想要加入爆炸剑，不过不知道因为何种原因迟迟未出，这个消息也再没有被提及过。有意思的是，相比上面从未加入过的剑士，这两个子剑一直都存在于游戏中。前者是早期骷髅射出的专属剑士，而后者则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药剑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它们的存在？说的药剑的合成方式也是繁多，你最早只能通过打掉一瓶制药水，然后原地手动合成药剑。而当时的弓箭射出并没有拉弓动作，所以你可以直接秒射出去。这就意味着只要你的手速够快，便可以1秒钟射出数千支箭。而且当时远古版本的剑特别奇葩，你需要击杀小白才能获得剑矢。虽然后续版本移除了此方法，你出生便会自动拥有999支箭，但夸张的是，箭射到固体方块后，将会随机生成一大堆生物，属实离谱。众所周知，剑经过岩浆火源会转变为燃烧剑，而这一类剑矢不仅能够提高伤害，还可以自动点燃 TNT 矿车、TNT 方块以及篝火。甚至连模型极小的蜡烛，它也可以直接点燃，而且只要你掌握好射箭的角度，还可以做到点燃一排蜡烛的特技表演。剑的伤害计算公式为移动速度乘以伤害值，这就代表着只要你的剑速度够快，它的伤害是没有上限的。现在我们便能够利用 TNT 爆炸会影响剑的机制，结合 Fallen 设计的 TNT 轨道炮，将剑的速度提高到极致，再发射出去。最后你便会看到满血状态的凋零，却连一剑都扛不住，被瞬间秒杀掉。但无论多强多快多高伤害的剑，均可以被我们一个盾牌轻松抵挡。不过虽然一支箭不能瞬间穿透盾牌，但只要箭的数量足够多，盾牌将会不堪一击，被上千支箭直接击破。而如果箭的数量被提升到上万支，就算你手持附魔耐久的盾牌抵挡，也会被他们瞬间击穿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虽然这么多箭的伤害的确很高，但只要你躺上床后，不管你的头顶有多少支箭放出，好像他们并不会对你造成多少的伤害。盾牌这里表示十分的不公平。或许很多小伙伴都知道利用箭射自己可以提高你的弹跳高度，但同样使用此方法还可以让你直接穿越一条巨型峡谷，或者轻松飞越各种平台。如果再给你搭配一双鞘翅，或许还能够直接借助动力原地起飞。更离谱的是，自己射击自己还可以利用在高空缓降中，只要你在最后落地前受到伤害，系统将会默认重新计算下落高度，变相的转移了你的伤害来源。有意思的是，弓箭的特性还远远不仅如此。如果你的右手持有抢夺附魔的剑，左手的弓就算不带有任何属性，也会附带抢夺效果，特别神奇。显然这个特性还不够带劲，你还可以提前准备好这个小装置，并持有伤害药水的药剑射入栅栏门，然后穿上一身荆棘盔甲跳入水中。再次打开栅栏门后，你便会看到小装置旁除了你原有的装备，还复刻了上千份不同程度的附魔盔甲。愚人节版本中也有许多玩家不知道的小彩蛋，例如你朝着木桶射箭，木桶会因为内部气压瞬间爆炸，十分合理。甚至愚人节版本中的剑尾是爱心形状，如果用弓箭射击两个生物，还会让它们繁殖起来，属于是把我们自己画成了丘比特。而在原版游戏中，许多玩家对于光灵剑并不了解，这是一种射中生物并会发光10秒的变种剑。但比这更冷的知识是，许多玩家或许认为它只会发出白色的光芒，不过只要你在多人游戏中创建了多支不同颜色的队伍，它便会随着你所在的队伍颜色发出不同种类的光芒。虽然 Notch 很早就想要加入爆炸剑，但一直没有他的消息。不过你可以利用命运方块来弥补这个小小的遗憾，操作也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检测箭矢的位置，并为它下方的空隙替换成末影水星，即可实现箭到之处瞬间爆炸。同样的原理和操作方式，你还能够演化出末影珍珠剑，轻松瞬移到你射到的任何位置，或者自动跟踪剑，锁定生物，精准打击。把这些 Notch 能想到和没想到的功能键，均可以提前利用命令方块还原
扔出来，特别的好玩。好了，那么关于今天的冷知识已经交给你们了，这个免费赞当学费不过分吧？讲完了，那咱们就下期见吧，拜。